不得不承认这两个东西确实有些厉害，与魏无羡缠斗了许久，也丝毫不见颓势。但魏无羡却清楚地知道自己现在的灵力支撑不了太久。他刚在蓝忘机的帮助下结出金丹不久，灵力不稳，他已经感觉到自己有些体力不支了。想到小辈们都去了山上，不知境况如何，魏无羡有些着急起来，只能速战速决。万般无奈之下，魏无羡迅速侧身避开一击，取出了陈情。怨气亲身百害而无一利，是以蓝忘机不准他再接触怨气，他自己也是能不用则不用。尤其打算结丹之后，他已经许久没用过陈情了，可现在没别的办法了。笛声凄鸣，顿时阴气四溢，怨气冲天。魏无羡面色冷然地看着邪物所在方向，突然笛音一转，流窜的黑气顿时朝邪物冲去。两声惨叫过后，邪物消散，地上只留下两具尸体。放下手中的陈情，魏无羡立马感到一阵眩晕，踉跄了几步，忙扶住了身旁的桌子，才堪堪站稳。见打斗已经结束，客栈的伙计过了好一会儿才战战兢兢出来收拾屋子。见魏无羡脸色发白地靠在一边，一直躲在屋子里的客栈老板忙出来将他扶到一边坐下。公子快歇歇吧，公子可有哪里不适？魏无羡摇摇头，向周围看着他的几人笑了一下，表示他只是有些体力不支，休息一会便好。这时有几个胆子大的村民上前将地上的尸体翻过来看，却被吓了一大跳。只见那尸体的皮肤已全部溃烂，有的地方已经开始化脓，轻轻一碰便流出脓水来。想来之前是因为被邪物占用，才得以保持了常人的容貌，现在没了邪术支撑，便露出了真面目。魏无羡往那边看了一眼，只觉得胃里瞬间翻江倒海，控制不住的反胃起来。之前和魏无羡说话的老妇人并没有走远，见此忙走上前来，想要查看他的情况，谁知还没摸到脉，就听到不远处传来几声焦急的“魏前辈”，接着几个小辈的身影便出现在了不远处。素白的弟子服上血色点点，很是显眼。魏无羡远远地看着，却发现里面独独少了蓝思追的身影。他头一次看到那些少年脸上现出那样的表情，紧张、慌乱、害怕、悲伤、难过似乎都有，看着像是要哭了。魏无羡顿时感到心往下一沉，只觉得身上阵阵发冷，呼吸都似乎困难了起来。魏无羡推开婆婆想要为他探脉的手，急切地往前走了几步，却又见几道白光从眼前飞速闪过，面前的那几个身影顿时化作烟雾消散。与此同时，身侧传来一声“魏前辈”，然后就看到蓝思追带着同伴郑玉剑从另一个方向赶来。魏无羡直愣愣地看着他收了剑走过来，身体却像失去了控制一般，做不出任何反应。蓝思追老远就看到这边有打斗过的痕迹，一颗心早就提了起来。见魏无羡脸色惨白，目光发直地看着自己，担忧地唤了一声“魏前辈”，只觉得喉头有些发涩，一时有些哽住了，说不出话来。另一只手却已经不自觉地抬起来扶住了他的胳膊。魏无羡深吸了一口气，努力地让自己平复下来，问了句：“都没事吧？”见所有人都点了头，心里一松，顿时失了意识砸倒下来。日渐黄昏，无数飞舞的萤尘化为天边几抹微红的霞光，稀薄的空气被染上一层素淡的温煦。小镇的街上还是人影幢幢，吆喝声谈笑声透过紧闭的窗户一点点传到了昏暗的屋子里。许是被这声音吵到，层层叠叠地轻纱帐幔后，床上本是沉沉昏睡之人微微蹙了下眉，意识渐渐清醒过来，感觉似有一股极淡的檀香在鼻间萦绕，还未睁开眼睛，脸上就先露出笑来。魏无羡想起身扑倒那人怀里去，却发现自己的身体似乎有些不受控制，眼睛也无法睁开，心里一急，立刻就想要挣扎。魏婴耳边传来低低沉沉又令人心安的声音：“不要着急，慢慢来。”魏无羡顿时就消停了。一阵窸窸窣窣的响动过后，眼前光影晃动，是有人拉开床幔，在床边坐了下来，等着魏无羡的身体慢慢恢复适应。过了片刻，感觉身体恢复自如，魏无羡睁开眼睛的一瞬，便往那人所在的方向看去。刚睡醒的人嗓子还没完全打开，他却急切地想要喊那人的名字，于是发出来的声音沙沙哑哑：“蓝湛。”守在床边的蓝湛应了一声，伸手将他揽起，端起一杯冷热适中的水递到他唇边。
魏无羡喝了几口，不等人把杯子放回桌上，便往他怀里钻去，在蓝忘机不停的怀里拱来拱去，好半天才安分下来，将脸埋进蓝忘机怀里，紧紧贴着那人的身子，深吸了一口蓝忘机身上清灵的檀香，窥探一般喊了一声蓝湛。蓝忘机抚着他的背，任由他扭来扭去，闻言又轻轻地了一声，接着就听到魏无羡又唤了一声蓝湛，他便又跟着应一声，没有一丝一毫的不耐烦。如此一唤一打往复几遍，魏无羡才安静了下来。